这个富二代焦灼不安坐着，怒斥朋友不要再玩游戏。下一秒，朋友就被爆头，1枪2枪，旁边的保镖都被狙击手爆了头。富二代逃到楼下，车子也被别人引爆，转身就被男人1枪打中腹部，遗言刚到嘴边，还没有说完就被男人1枪毙命。一切都是富二代咎由自取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因为一条狗，这个男人灭了整个黑帮。男人名叫约翰，是黑白两道都惧怕的顶级杀手。不过约翰为了妻子，决定金盆洗手，与妻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妻子没多久就染上重病，离他而去。没有妻子的陪伴，约翰对生活也没有希望。直到收到妻子生前给他寄来的礼物，是一条狗狗。有了狗狗的陪伴，约翰的生活不再枯燥乏味。这天，他去加油站给车子加油，正好遇上几个小混混。为首的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富二代，富二代一眼就看中了约翰的福特老爷车，一开口就要买下来。约翰拒绝了他，开着跑车扬长而去。夜里，一群黑衣人冲进约翰家里，打伤约翰，又打死约翰的狗狗。原来是富二代，杀狗如杀妻，这下他完蛋了。富二代开着约翰的车来到改装厂，向老板老雷炫耀。老雷惊恐看着眼前的这辆车，询问富二代是不是把车主杀了。富二代一脸得意，只是弄死了他的狗。老雷先是冷笑一下，随即就给了富二代一拳，把富二代打趴下。富二代的小弟用枪指着老雷，老雷丝毫不惧怕，握住对准自己脑门的枪支。小弟被吓到了，富二代起身告诉老雷，他死定了，因为我老爹可是黑帮的老大。老雷把富二代偷车和杀狗的事告诉黑帮头目维哥，维哥叫了儿子，告诉他让他永远消失。儿子不以为然，维哥一拳打中儿子的腹部。富二代依旧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不过是抢了一个无名小卒的车。维哥上去又是一拳，整理好衣服告诉儿子 That fucking nobody is John Wick。他是一名名震江湖的冷血杀手，他曾经杀了一个叫夜魔的人，而自己也亲眼看到他用铅笔杀了3个人。富二代这下才反应过来自己干了什么样的蠢事，不过他并不打算退缩，他要自己摆平这件事情。伟哥觉得儿子无药可救了，他到头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另一边的约翰伤心地埋葬了狗狗，又抄起一把铁锤，狠狠地砸开水泥地板，拿出已经被自己埋没的武器。因为对方杀了自己的狗，他决定重出江湖。伟哥想用钱摆平这件事，他打电话给约翰，约翰没有说话，直接挂断他的电话。伟哥从他的沉默中明白了复仇的决心，既然逃不过，那就先下手为强。他让手下派遣几十个杀手去约翰家，约翰也意识到危险正悄悄来临，关掉灯，等待杀手的到来。很快，几个杀手就冲到他家，约翰举起手枪，边躲边射击，轻轻松松解决几个，接着又直接冲到杀手面前，以最快的速度解决2人，随后又近身肉搏，不到1分钟就实现了团灭。警察看到满地尸体，也只是轻轻问候一句，然后离开，毕竟还是自己的命重要啊。约翰又拨通了专业的清洁公司，开始追杀富二代。这群人处理尸体不要太专业，绝对是演习了上万遍才有这样熟练的手法。拖走尸体，马上拿起抹布清理血迹，然后将尸体裹上保鲜膜，挨个塞进车厢里，让人完全看不出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枪战。得知派去的杀手都领了盒饭，黑老大维哥只能另做打算，而约翰也开始寻找富二代。维哥找到约翰的好友马库斯，出高价200万要约翰的人头。马库斯虽然是约翰的朋友，不过也是一名杀手。作为一名合格的杀手，只要钱到位，其他的都无所谓。这边约翰住进了和平酒店，和平酒店是杀手联盟建立的。酒店规定，任何杀手都不能在这里杀人，谁要是犯了规矩，就会被追杀。约翰打听富二代的下落，老板告诉他不要陷入太深，言下之意就是放过富二代，并且告诉他不要在这里闹事。约翰并没有作罢，他找到一个许久不见的朋友，得知富二代会在一个高档会所露面，于是穿上防弹马甲，带上装备，准备大干一场。舞池里富二代还在浪，保镖倒是很警惕，然而并没有什么作用。一个胖子正在站岗，约翰用枪指着他的脑袋，胖子只能出卖富二代。约翰冲进浴室，悄无声息解决第一个人，又来到这个混混跟前，按着他的脑袋喝水。来到楼下，约翰废话不多说，伴随着音乐一手一个，然后对富二代开枪。富二代踉踉跄跄逃到人群中，约翰可不管那么多，看到是富二代的人，照样一枪一个，然后继续追杀富二代。但由于杀手实在太多，不幸胸口中枪，好在穿了防弹甲，并无大碍。最后与杀手搏斗中，从楼上摔了下去。受伤的约翰并不打算就此善罢甘休，
可当约翰在酒店准备休息的时候，马库斯用狙击枪射杀他，但由于念及旧情，迟迟没有动手。这时，一名女杀手也悄悄进了房间。马库斯一枪打在枕头上，提醒他：什么情况这是？原来黑老大维哥还秘密下诏，如果有人能打破酒店的规定，在酒店杀了约翰，奖金翻倍。巨大的诱惑下，自然有人愿意干。女杀手不停开枪，受伤的约翰也不是吃素的，一个机灵用布条紧紧勒住女杀手的脖子，让她动弹不得。几个回合就把女杀手揍在地上爬。约翰威胁女杀手说出富二代的下落。女杀手本来还有一点骨气，但在约翰的逼问下，还是说了出来。女杀手也因为违反了酒店的规定，被杀手集团就地正法。得到富二代的下落，约翰继续出发。他来到一所教堂，这里是黑老大的秘密金库。不等主角说完话，举着枪就射击。教堂里的人被他一瞬间击杀，然后逼迫他们打开地下室的门，赶走女生。约翰放了2个炸弹，一个漂亮的转身，所有的钞票顷刻间化为乌有。离开教堂的约翰站在一个高楼上，他想用这个法子引出富二代。富二代没有引出来，倒是彻底激怒维哥。在他生气之时，约翰拿着机枪朝他扫射过来。尽管他们人多势众，但依旧不是约翰的对手。突然，一辆车撞了过来，约翰来不及躲避，被撞晕过去，落在了维哥手里。一觉醒来，就吃了维哥的一记重拳，嘴里骂骂咧咧：“你竟然因为一条狗杀了我几百个手下，还烧了他的金库，神可忍，孰不可忍！”约翰冷笑着说：“你不懂，那条狗是自己的亡妻送给自己的，杀狗如杀妻，他必须要为狗狗报仇。”维哥明白，不是他死，就是儿子亡，便命令2个手下把约翰除掉。看来这次是凶多吉少啊！这2个杀手也太不专业了，放着好好的枪支不用，偏偏要用塑料袋。约翰双脚一蹬，差点就命丧于此。关键时刻，马库斯抬着狙击枪击毙其中一个杀手，约翰也趁机逃脱，以最快的速度挣脱绳索，和杀手厮打在一起。约翰不敌杀手，再次被按压在地上疯狂摩擦。约翰用脚挣脱束缚，接着送杀手上了路。从鬼门关走一遭的约翰战斗力直接爆表，拿着枪追上黑老大维哥的车，话不多说，直接开枪，手下被吓得支支吾吾。约翰打死了司机，用枪指着维哥，怒问他儿子在哪里。维哥为了活命，只好老实交代，并恳求他放过他儿子。可约翰才不管那么多，直接驱车杀了过去。趁着富二代所在的地方，就是一顿扫射，10几人都被他干倒，又炸掉逃跑的车，一路火花带闪光，杀到了富二代的跟前。富二代跪地求饶，没等富二代解释，约翰就一枪爆了他的头，一个帅气转身离开。报完仇的约翰并没有松懈下来，因为他知道痛失爱子的维哥肯定会找他报仇。他来到酒店，结果被告知了朋友的死。约翰找到马库斯，原来马库斯从来都没有背叛他，还在背后帮了他一把，但是没有完成雇主的任务。马库斯也被维哥打得半死不活，最后被维哥枪杀。维哥杀完人，还嘚瑟地给约翰打去电话报丧。约翰看到马库斯的尸体，悲痛万分。接下来的目标就是维哥。维哥准备坐直升机逃命，然而还没来得及坐上直升飞机，约翰就驾车追了上去，速度开到180，猛撞了上去。维哥的车只好停了下来，让手下去解决约翰。约翰开车作战，轻松就解决一个，然后又飙车朝另一个方向射击。维哥坐在车里，只能靠吸烟缓解紧张。眼见所有人都不是约翰的对手，维哥只能让司机下去和约翰作战。司机因为太紧张，下个车也能摔倒。约翰开着车像遛狗一般，2个漂移解决完最后的小喽啰。这时维哥亲自上阵，他开车撞向约翰，约翰干脆放弃了驾车，举着手枪不停向维哥射击，但都被维哥躲过。眼看自己就要掉下来，约翰赶紧从车门跳了出来，车子直接被撞击到地面。约翰吃力爬起来，举着枪对准维哥的车，但是车里空无一人。维哥走到对面，让约翰不要用枪，提出来一场公平的对决。约翰成全了他，扔掉枪，近身肉搏。两人在大雨中你一拳我一拳，可维哥年老体弱，根本就不是对手，于是就来阴的，暗自掏出小刀插进约翰的腹部。约翰直接从腹部拔了出来，直直插入对方的脖子上，实现了团灭。维哥临死前说出最后的遗言。约翰起身离开这里，跑进了一个宠物店，找些药物为自己疗伤。临走的时候，顺手带走了一条狗，再次过上了一人一狗的生活。因为一条狗，他直接团灭了整个黑帮。这样的男人真惹不起。